她是与著名主持人董卿齐名的央视名嘴，曾17次挑起春晚大梁，也是老家伙中的女总裁夏明舟，既温柔亲切也坚定强势。她被称为央视最漂亮的主持人，尽管时光匆匆，但她的美貌却仿佛被岁月温柔以待，定格在了最美好的瞬间。在2024年微博世界大会上，56岁的她身着一袭黑白礼服，小露半边香肩，让人不禁感叹其颜值之扛打。她就是岁月从不败美人中那个经过时光雕琢的美人周涛。周涛1968年3月23日出生于安徽省淮南市的一个书香门第，从小乖巧可爱，表现力强，能把许多故事演绎得绘声绘色。不到3岁便成了小朋友中远近闻名的故事大王。早年他在语言和表演方面有着显著的天赋，十分喜欢听收音机。当时安徽还广泛使用方言，没有说普通话的语言环境。即便如此，他还是从高考近5000名考生中，以文化课和专业课第1的成绩考入北京广播学院。大学毕业时，由于留京名额有限，周涛只能暂时放弃了做主持人的梦想，进入北京公安局工作。在一次机缘巧合中，周涛得到了去北京电视台学习的机会。3年后，他如愿以偿地就职于北京电视台播音部。在这里，他仅用短短2年时间就成为了央视的当家花旦。后来综艺大观全国选拔主持人，彼时因爷爷离世而心情低落的周涛起初婉拒了邀请，不过在亲人和导演的极力劝说下，他迅速赶回北京参与节目录制。5个月后，周涛正式调入中央电视台，从倪萍手中接过综艺大观的主持重任，成为该节目的第4任主持人。自此，周涛完全融入了综艺大观，其事业也开始起飞，年底就开始主持春晚。对于央视春晚的主持，他可以说是当仁不让的大腕儿。从1996到2011，连续16年，周涛没有一次缺席过春晚。他不仅出色地完成了主持工作，还多次客串演员。在小品《马路情歌》中，他合作冯巩，化身交警，却与一名出租车司机互换角色，笑料不断。这也是周涛第1次在春晚表演小品。在相声短剧《让一让，生活真美好》中，他与冯巩再度合作，饰演一位婚车被堵在路上的新娘。时间来到1999年，他迎来了主持生涯的丰收之年，不仅荣获了德国国家电视1台颁发的金皇冠最佳主持人奖，还获得了1999年度的金话筒奖。后来他被提拔为央视大型节目制作中心副主任。周涛在职期间曾连续2年担任万家灯火平安夜、公安部春节电视文艺晚会总制片人，连续5年担任中央电视台5·1国际劳动节文艺晚会制片人，参与完成了众多重大活动以及各类大型综艺节目的策划、组织与制作。然而，周涛绝对不会是安于现状的笼中鸟，而是自由翱翔的雄鹰。进入央视20年后，他再次挑战事业的边界，做出了一个在别人看来十分离奇的决定，在正当红时告别广播电视行业。那时的周涛已经48岁，这一年是他最后一次主持央视春晚。在春晚结束前一刻，周涛并没有像以往那样说观众朋友们明年再见，而是观众朋友们再见，没有明年，是他与17年的春晚舞台最后的告别。主持春晚17次后，周涛正式毕业了，却又做了一回幕后工作的新生。从央视离职后，他进入北京演艺集团担任首席演出官，专注幕后导演策划工作。他上任后连续5年出任奥林匹克公园音乐季总导演及主持人，将音乐季打造成为了北京户外文化生活知名品牌项目。对于这种与央视主持完全不同的工作状态，谈到虽然有很多的麻烦，很多的辛苦，让我很烦恼，让我嘴上起大泡，但是我都还觉得我特别喜欢。时间来到2018年，周涛首次尝试出演话剧《情书》，从13岁的陆佳佳一直演到老年。特别的是，她的声音也会跟着角色的年龄发生改变。少女时期带点羞涩和天真，中年经过世事变迁后又变得沉静，走到生命尽头时又带着苍老的疲惫感。在此前的采访中谈到，这个演舞台剧一直以来是我的梦想。情书的出现使他迈上了实现梦想的阶梯。然周涛之志非止于舞台一隅。2022年，54岁的周涛迎来新身份，从北京演艺集团转入保利文化集团。在担任艺术总监一职后，不到1年就摇身一变成为了该集团旗下演出公司的董事长。这个职位的含金量不言而喻。
2年后，周涛领衔主演的电视剧《老家伙》播出，他饰演的女霸总夏明舟是一位女强人，性格直爽，事业有成，让人印象深刻。剧中周涛演技出色，对于角色的塑造也很到位，在与王刚的对手戏中也丝毫不落下风。也是在这一年，他主持了2024微博世界大会，一袭白色中式长裙显得他格外有气质，一开口便是国泰民安。同时他也作为老家伙主演阵容走上了红毯，一袭黑色的露肩礼服让人眼前一亮，那随意的盘发既显得干净利落，又不失女性的柔美，丝毫看不出他已年过半百。岁月悠悠，风华依旧，已年过半百的周涛依然是观众们心中的白月光。从主持的话筒前到导演的荧幕后，从表演的舞台上到商战的战场中，他不断跳出舒适区，去改变，去挑战，去进步。纵观周涛这一路走来，和美貌如影随形的便是那颗为梦想炽热跳动的心。昔日荧屏之上风华绝代，今朝商海浮沉，更显倾国英姿。